小懒，今天不聊那些打打杀杀，我们来点轻松的，聊聊隔壁朝鲜的海军梦。话说这个朝鲜他一直都想搞一支像样的海军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咱们中国一样下饺子似的造军舰。结果呢，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饺子还没下锅就先给煮糊了。这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5月21号，朝鲜新建了一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准备在这个青金造船厂风风光光的举行下水仪式。这可是个大日子这个金正恩同志都亲自来到剪彩现场，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跑题了。总之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这艘新军舰扑通一声滑入大海，开启它的光辉航程。这结果呢，扑通是扑通了，但不是顺利的入水而是啪呲一声搁浅了。根据这个朝鲜官方的说法，这次事故是因为指挥不力，操作流程疏漏，导致这个船尾的滑板提前脱落了，船底部反处直接磕到了地上，船体失去了平衡。 진수 과정에 미숙한 지휘와 조작상 보조위로 인하여 대차 이동의 평행성을 보장하지 못한 결과 한미 부분의 진수 썰매가 먼저 이탈되어 좌주되고 일부 구간의 선조 파공으로 함의 균형이 파괴되었으며 함수 부분이 손대서 이탈되지 못하는 엄중한 사고가 발생했습니다.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사고 전 과정을 지켜보시고 이것은 순수 부주의와 무책임성, 비과학적인 경험주의에 인해 산생된 도저히 있을 수도 없고 도저히 용납할 수도 없는 심각한 중대사고이며 범죄적 행위로 된다고 엄중한 평가를 내리셨습니다. 哎喂，这可就尴尬了你想这个金正恩同志站在台上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新军舰，哎呦，像个这个难产的孕妇一样卡在那里动弹不得这心里多憋屈更要命的是这艘军舰很可能会因此受损，轻则船底变形破损，重则船体将直接被扭断。这就像你刚买了一辆新车你还没开出 4S 店你就撞到电线杆上，哎呦喂，你说气人不气人烦死了。据说金正恩同志当场是雷霆震怒直接把这次事故定性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损害了国家自尊。他还点名批评了一大堆单位和个人包括什么军需工业局、国家科学院、金策工业大学、中央船舶设计院、青金造船厂等等等等那简直就是拉清单式的问责哎喂，这下可是热闹了估计这些单位这个领导们这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做噩梦生怕被这个金正恩同志拉起贪心。这可不是闹着玩你要知道这艘军舰那可不一般나오신 위대한 창조의 거장 불세출의 영장을 함에 모시고 뜨거운 전투적 격려를 받아안게 된 무한한 행복과 영예가 这艘舰从外形看非常像美国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朝鲜官方称其排水量为5000吨，采用朝鲜自主研发的尖端武器打击系统，是朝鲜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吨位战斗舰。这艘舰的火力相当猛，前后甲板密密麻麻全是武器，粗略数了数，一共有至少74个垂发，比052D 还要多10个。这些垂发一共有大、中、小3个口径，分别搭载反舰、防空、对地打击等不同武器，在通用性上会差一点，但对朝鲜来说绝对够用除此之外，该舰还采用了4面相控阵雷达和127毫米主炮。对于一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来说，这配置着实凶猛，走的依旧是俄式的火力舰路线，不排除技术就是俄罗斯提供的。朝鲜海军一步飞天，从60、70年代苏联水平一跃而起，进入盾舰垂发时代。这对于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而言，绝对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核武、陆军、海军装备都更新换代之后，接下来朝鲜可能要空军大跃进了。看到这2年北边眼花缭乱的各种新装备，韩国那边估计也猛了。以前还可以说自己拥有装备优势，现在真不敢这么说了。那么这次事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朝鲜的造船技术不行，这底子太薄，你想学中国下饺子，结果却欲速则不达。也有人说这背后可能涉及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比如说有人故意捣乱，或者有人贪污腐败，
导致这个工程质量不过关。当然啊，这些只是猜测啊，真相呢到底是什么，恐怕只有朝鲜的高层才知道。这事一出来啊，网上的网友也炸锅了，我们来瞧瞧他们都说了啥。定性为犯罪行为，后果严重啊！不管怎么说，崔贤号驱逐舰至少是下水了。才5000吨的船，要是1万吨，还不搞出个底朝天？此时此刻，参与建造的人心里害怕极了吧？任何人都会犯错，总结经验再出发，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敢直面错误，吸取教训再接再厉，以后会更好。不管怎么说啊，这次事故对朝鲜海军的影响那是显而易见的呀。首先，这艘受损的驱逐舰啊，肯定要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去修复，这会延缓朝鲜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啊，这次事故也会打击朝鲜军工人员的士气，让他们对自己这个技术水平啊产生怀疑。最后，这次事故啊也会让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海军实力啊产生质疑，认为这个朝鲜的海军啊只是纸老虎。不过，朝鲜啊并没有因此气馁，金正恩同志下令必须在6月份修复这艘受损的驱逐舰，还强调这是关乎国家权威的政治任务。而且啊，就在这个事故发生的1周前，朝鲜还高调宣布崔贤号驱逐舰成功试射了超音速巡航导弹啊。金正恩同志亲自观摩。这一系列的举动啊，都表明朝鲜并没有放弃发展海军的决心，他们正在努力克服困难，迎头赶上。总的来说啊，这次朝鲜军舰的下水事故啊，既是一次意外吧，也是一次教训。它暴露这个朝鲜在海军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但也展现这个朝鲜人啊不屈不挠的精神啊。未来朝鲜海军啊能否实现现代化，能否成为一支真正的海上力量，还有待观察。但是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个朝鲜它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海军梦的。好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